嗨，各位好。那本次影片要跟各位讲解如何来定义这个 G54、G55、G56这种加工原点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还没看过之前影片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机床的运动，那以及 MCF 的一些相关性的设定，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那如果本次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我们一样是在模拟的环境哈，那我们在这个 T2 的这个下方呢，我们加一行指令哈，就是加个 G90，然后呢 G54，然后 X0、Y0，然后 G175这样子。好，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呢再建立一个 G55这样子，好，然后看它会不会有个作用。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执行的话，它一定不会有作用，因为我们还没有在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呢来定义这个 G54的一个功用在。那我们回到这个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哈，那回到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我们可以先在这个 Commands 的页签里面哈，我们可以先新增一个 G function。那这 G function 的话，我们就直接打这个 G54。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要使用这个 call max 的一个方式哈，我们要来到这个方法这个页签，然后呢来定义一些那它可以抓取得到这个机床仿真的加工的这个位置在。好，就是现在荧幕上所呢滑鼠移动的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方法的页签哈，那我们先呢新增一些它的系统变数哦，比方说是计算这个相关的位置，然后呢再新增一个呢就是可以设定这个系统的一些参数，然后桌面的话呢再使用一个自定义的方式，好来定义怎么样来抓取前面这两个变数值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定义的名称可以就是说让自己可以看得懂的命名方式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来到这个转换的这个坐标的页签这个地方来，因为它要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参数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会有一个共用的参数来抓取这个相关性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要用第一个因为 near transform 然后呢是我们这边定义一个叫 fist 的一个参数。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在这个 GM1这个 underline active offset 这边来定义抓这个transformation 这页签 fist 里面这个参数。好，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从第一个开始来定义它，我们就是要定义这个相关性的一些位置的定义的一个地方给它。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把它打开。好，那开启之后的话，对不对我们呢直接把写好的参数呢直接贴上来。好，那这边的话呢可以展开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个变数值叫做 string join name，那这个呢主要去抓取呢第一个轴的一个位置，然后抓取第二个轴的位置，第三个轴的位置。那如果说后面还有这个第四轴、第五轴等等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先定义好它，那让它去抓取相关性的一些位置。那这个在 CSE 的 document 里面其实都有写的蛮清楚的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一个 get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去 get 这个 position 的位置然后它这个在 active transformation 里面也有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第二个轴的抓取那前面的话应该也有就是第一个轴第一个轴的一个变数所以呢这些变数的用法，你们可以参考这个 CSE 的 document 来如何撰写。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先把这个变数值我们先定义好然后它可以去计算呢机床仿真里面从主轴到机械加工原点的相关性的位置。好，之后呢 save。那接下来我们来定义一下第二个参数。第二参数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来设定一下这个就是 offset 的一些系统的一些变数。好，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等下加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变数值进去。
啊，那这变数值的话呢，我们可以叫做是这个 LV underline n offset 哦，这名称可以自己命名，只是说等一下带到另外一个 GME underline active 的参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也是一样，把我们刚刚写好的参数哦，我们呢可以呢把它贴上去。那这地方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参数呢，先设定成是一个-1的一个参数值，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值到后面呢，会变成是5220这样子。那这个值等一下又会出现在呢，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个 GME underline active offset 里面。好，那好了之后我们就储存。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来定义这个 GME active offset。好，那我们来定义这个变数值的时候，对不对哈？因为它有很多的参数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定义的。好，所以的话，这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已经写好的，就是说，等一下这三个好会出现在呢 command 的 G54里面这样子。那这三个的变数值呢，就是说从一开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会变成就是说一会等于是多少，然后接下来又会等于是哪个变数这样子。好，那简单来说就是一，然后接下来会等于 G54，然后 G54又等于5220这个数值这样子。那最下面这一排的话呢，就是呢，它会显示在 NX 的机床仿真里面这个状态属性。哦，如果我想要知道说我现在这个值是 G54还是 G55是什么作用，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显示的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按储存，然后我们按关闭，然后这地方可以看一下，它有两个变数值，一个就是 GME，然后呢这个 underline nmax join number 哦，那以及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 GB underline b use load offset 哈，这两个数字就是说来带动下面这个呢变数值的一个启用。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两个变数值，我们也要输入在对应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输入。好，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输入在这个地方哈，输入在这个 internal，然后 variable 里面。哦，那我们来输入第一个数值呢，就是 GB underline 哦，然后呢是b use load offset。好，那这个值的话呢，因为它能启用，所以这个值的话呢，我们直接取名叫做 true。如果说当这个值是存在的情况之下，它会有什么作用？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第二个就是说要把它每一个跳用数字，从1G542、G55，然后下面的就是呢5220、5240等等之类的。那我这个地方呢就要再给它加这个哦。GV1，然后 underline，然后这个 variable，那这个后面写个一的话呢，就是提醒自己这个呢跟我们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的，方法页签里面呢的功能是有关系的。那我每一个数字都是20起跳，所以这地方我就打一个20。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的这个状态栏列，我希望它可以显示显示到底当前是 G54还是 G55这样子。那我这地方就可以重新命名。然后呢，这个值的话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双引号，因为它是一个变数值这样子。然后我的这个名称要启动的时候要叫什么名称，要显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呢，输入一个英文名给它。好，之后我就按一下存档，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都把这些变数值都输入好之后，回到 command 这边来。那因为我们是要用这个呼叫方法的方式那我这地方呢，选用的就是用这个 GME underline active offset。然后我们刚刚呢有定义它这个起始数字是一的时候呢，它会读到54，那54的时候呢，它会读一个5220的一个变数值这样子。之后我们按存档。那当然，如果说我要快速建立第二个的话呢，我可以直接复制。那我可以呢直接使用这个 G code。
然后它这边就会有个 G54 under91，我可以改成 G55这样子。好，那我这地方的话呢，可以改成就是说呢，我也可以改成说，哎，我要变成是 G55这样子。好，之后我可以按下存档。好，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气窗仿真这边。好，那我们可以重设。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刀子调用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呢，它就移动到我们这个指定的这个位置。然后我的这个状态属性的这个视窗也有了显示 G54这个数字。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增加一行 G90，哦，不用直接输这个 G55，哦，然后呢，一样是 X0、Y0，然后 G200这样子，然后我们重设。这时候的话就会看到，哦，它一样启动一个 G54一个值，好，然后接下来呢，到 G55的时候呢，它提高，提高一个25的一个距离，好，然后这个值就切换到 G55这个位置。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有关就是说怎么在 Motion Comparator 里面来定义就是实现 G54，然后呢可以让它移动到我们的这个呢定义好的这个加工原点。那影片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就请帮忙呢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